各位，郑丽文在国民党的军购案的讨论大会上当场就拍了桌子了。郑丽文这算是摊牌了，果然啊是条汉子。那位说郑丽文不是个姑娘吗？好吧。傅昆萁主持了党团会议，虽然就军购的预算金额做了长达40分钟的讨论，但是没有让大家表决，原因很明确。如果是表决的话，很有可能赵少康的8000帮这些蓝美人们支持的是8000亿，而不是3800亿。如果这样的话，郑丽文将会颜面扫地。所以说没有表决啊，朋友们。到3800加的8000亿这个部分。我想一切国民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大家对于台湾的安全都是全力的支持。那对于各式各样的版本都有，大家还在民主讨论当中。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守护台湾，怎么样有一线的武器能进入台湾，怎么样能够及时的让武器能够进来，怎么样能够把防弊的问题把它做好。我想这是大家共同在商议的问题，并不是所谓金额的问题。只要能够好好的保护台湾，大家都愿意啊。对于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来自于美国的军购，要美国政府同意的，美国总统同意的，卖到台湾的这些武器，而且必须要后续的延寿维修，还有相关的零件能够长久不像是这个商业买卖后面有很多的弊端会重生。我想一定要经过美国政府同意，美国总统签署的发价书对于品项、数量、还有价格、还有性能，我们能够充分了解。我想这个才是守护台湾身为国会议员应该把关的这个部分，而且让我们的国军能够有最好的武器，这个才对得起这些能够抛头颅洒热血来守护台湾的这些国军将士，我们应该给他最好的武器，而且要能够及时的送达。因为现在光条例，民进党所提出的是8年因为预算是用特别条例的话，必须是非常紧急。但是国民党之前是要求在3年内完成，但是民进党却提出要8年，8年后到底是8年加N武器才到，还是8年内武器会到？那既然是8年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编在年度预算里面就可以了？不需要用这么紧急的迫切的预算。我想这个都是应该大家广泛来讨论的。我再强调一次，金额从头到尾就不是问题我们的共识就是要有发价书，要美国政府的发价书。那目前看到的发价书只有111亿美金，那111亿美金里面有21亿美金的品项已经编在年度预算里面，大概只有90亿美金，大概3000亿的部分是特别预算。所以今天国还是矛盾百出的关于年限的问题是8年，这样子适合用紧急预算吗？那8年是8年到货，还是8年加N到货？到目前为止也讲不清楚毕竟我们已经付了7000多亿的现金7000多亿的台币，但是这些武器都延期时间到了都没有到那所以我们对于怎么样能够有最好的武器这是大家一致的共识。那对于今天检察总长的投票，我们再一次的强调，如果这位总长没有办法独立的行使职权，而是完全要听命赖清德先生的话完全听命执政者的话，我想没有办法公正独立行使职权的检察总长，我们是没有任何支持8000亿的。其实不仅有徐巧芯，还有公鸭嗓赖士葆。赖士葆公开叫嚣，蓝营党团一直是多数支持8000亿的。对于郑丽文表示支持8000亿的民代是少数，赖士葆直接否认。赖士葆甚至表示，郑丽文都没有参加党团会议，怎么可能知道大家的意向呢？
赖士葆建议由蓝营党团来决定这个议题，理由就是所谓的党团自主。但是国民党很多民代是不分区的，他们是靠着国民党的力量选上的。如果完全由党团对所有的议题都能自主的话，那国民党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国民党是有权开除不分区民代的，这必然使得这些民代是有所忌惮的。也就是说，对于重大的议题，国民党的决议的效力要大于党团决议的。当然，如果两者之间的决议精神基本一致，那也无可厚非。如果党团无法执行国民党的意志，那么政党政治在岛内的立法机构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5月5日的时候，蓝营彻底炸锅了。郑丽文直接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对面是蒋万安和卢秀燕派来的人，两边谁也不看谁，中间就像画了条线啊。那么蒋万安那边想买，说是要保护台北，卢秀燕那边也想买，说是要稳住中部，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啊。其实呢，都是赵少康的8000包，都是在挑战郑丽文的主席权威。郑丽文当场就翻脸了，他拍着桌子说：“你们要买，我拦不住，但别想让我签字儿，我要是签了，以后国民党倒了，我就是罪人。”这个党团大会啊，直接就分裂成两半了。那么郑丽文想要稳住国民党，就先要清党分个生死，把那几个带头闹事的收拾掉，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再这么闹下去，这个党就真的要垮了。郑丽文现在就是要硬杠道理，大不了鱼死网破，这一点上给郑丽文点赞。就是台湾的名嘴郭正亮透露了这次开会的内幕，还有帅化民老将军也怒斥赵少康的8000帮。我跟你讲啊，我昨天晚上一直问到晚上11点哦，双方差3票。哇，你问到这么细哦？对，其实我都知道了，我只是有的不能讲。我跟你讲哦，最后的折中版是赖士葆提的，那我觉得他蛮有政治智慧的，因为坦白说，双方啊打到最后，双方已经在接近了。其实郑丽文讲得很清楚嘛，他就认为说3800有发价书，如果美国再提出发价书，他愿意列，纳入审查嘛。赵少康后来也改口了，赵少康就说：“我是主张8000亿了，可是我主张通过之后立刻冻结4200，那不就很接近了吗？可是问题是，没有人这样审预算的了，所以赵少康那个立刻冻结4200那个是不可能这样提案嘛，所以赖士葆帮他提了，赖士葆就修了一条嘛，说就是3800加 N， 然后到8000了，然后他就用条件式的来列那个条文，就是说3800是纳入审查嘛，那有新的发价书最高可以到8000，那个条文就直接这样写，那其实就是把赵少康的意思写进去了。那这样写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是站在党中央的版本做修正，对，所以我觉得是双方都有下台阶啦，所以赖士葆是提出一个折中版那我觉得没有表决的原因就是，我坦白讲啦，双方都有始终啦，都剑拔弩张啦，都在等你公布表决名单啦，那准备要去制裁对方。国民党不能这样搞吧？你是一个政党所以我觉得是有智慧不表决，也就是说，大家就不要再内斗了，撕破脸说你要制裁对方，我要制裁你那最后那种情绪性的话也都收回去了，对，也不再讲了啦。说你是美国代表，你是中国代表，这种话也后来都不讲了。就纯粹就这个案的本身，就是党中央要捍卫预算制度嘛。我就这个问题来谈，那这样就单纯很多了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今天早上是处理的不错了。就是这个列名表决。我跟你讲，问题会很大。
因为大家不是坦白讲，那个民进党、国民党过去也有很多重大议题意见不一致嘛。可是大家最怕什么？大家撕破脸。那事后大家都来追究，那导致双方都受伤。那这样你今年、明年的选举都会受伤啊。是。那你不是让民进党得利了？所以我觉得是智慧的处理了，就是说赖士葆那个文字，而且赖士葆那种处理方法就没有 AB 案，对，就是一个案，所以也不能跑票，这个也是有聪明的。不然我跟你讲，如果是 AB 案，真的到立法院，妈有人肚子痛啊，跑了。以前我跑立院的时候，我们都在算哪几票跑了，那个都会被做文章的，会出变数。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种处理方法是对，用条件式列出条文，就只有一个案。那大家也不用跑，大概是这样。就是大家团结嘛哈。我们都知道哈，不是一言堂，所以有不同意见的确是好的。但是你不能那个内乱嘛哈。所以将军你怎么看？因为现在看起来郑丽文说这个责任我来扛，压力我来扛。刚刚亮哥也补充了，其实看起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你怎么看？他看这种问题应该是问军方，而不是他们那里吵。大家不是要抗中保台吗？军方不敢回答，对不对？问题就出在这里嘛，没出息嘛。军方不敢，他退将里面还是有人懂的嘛。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新的学问嘛。我们混了几十年，看这个东西很清楚。抗中保台什么？我要有我抗中保台的实力，那就武器要能用，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怎么能不听意见呢？你随便框个8000亿、1兆2000亿。你是只为那些8000亿的那种人啊，只是为了自己选举上怕被人家抹红，没出息啊！你只为了你个人的那个点政治前途啊，跟党中央闹这个样子。我跟你讲，郑丽文已经很宽松了，他没有追究里面东西好坏了。对，美国给什么发价书就买什么，这个在我来讲已经是不适当的。因为我在军事生涯里面打过太多库存品的弹药，炮弹在我前面30公尺掉下来不爆，我旁边的裁判官都卧倒在地下。我靠！他说：“旅长你怎么不卧倒？”我说：“那不会爆，不是1发2发，为什么有人打回爆呢？我不送红包给弹药库，弹药库里面管的你送了红包，送了礼物。”把最后出厂的给你，我拿到的是那个库存品里的库存品。现在美国卖我们已经出现很多增厚是库存品里的库存品。上次还送来一批1980年代。对，这叫垃圾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国民党上下想一想，川普马上要到北京去开会，美国能让步的是什么？我观察最近10年美国玩的手段是什么？交了钱，订了约，发价书也给了，我钱也给了，买的东西放了琉球4年以后才给你，不交了。他为什么不交？中国跟美国只要有抗议，美国让步就是好，我不卖他什么，或者我已经卖他东西，我不交货什么。F-16V 为什么到现在不交货？你以为它的生产线做不出来吗？那不是什么先进的飞机啊。对，那为什么？只要美中之间有矛盾的时候，美国让步最简单的一个让步就是说，那个军火我不卖了。我告诉你，军售有4个阶段。反攻大陆的时候是你要什么给什么，中美断交的时候给你防守武器，后来呢就给你买不好的东西或者延期交货。延期交货的时间长达10年了。我们 Amaran 就是被摆在那里的，对不对？鱼雷也是摆了很久不给啊。那你现在中美一谈判下来，你这个军售还存在吗？你们这些250还在那里为8000亿、1兆2000亿吵什么？要什么你也搞不清楚。徐小新，你懂什么啊？海马式大家很热衷吧？菲律宾才打5发不中，接受了海马式，一打信号异常，说城市还没有换代。那你就知道我买的是什么时代的海马式啊！拜托了，买不到。标3、标6，爱国者美国还要6年补上他的弹药库，而且还告诉立陶宛跟欧盟国家，你们东西我们没有时间交货，他们都不交货。以色列旁边那些国家不交货，还轮到台湾交货吗？
哎，我们觉得你们吵些什么啊？吵，自私，你还好意思？你是国民党党团的一部分，你亲美派，你干脆就表白好了。干脆还有一个观念，交保护费我什么都不买，因为我也赞成啊。只要美国肯签署台美协谈条约，你交多少钱我都给。问题美国没有驻军的，你没有防御条约啊。哎呀，看那个什么以前的表现你就知道了嘛。钱花了，买一些垃圾货回来还要维修补保。我补充了，伊娜已经开了一个记者会，说美国给我们的无人机啊是乌克兰不要的。我去查，结果美国那一款无人机就只有英国买，英国买3000万。那买了之后，英国觉得不好用，送给乌克兰。结果乌克兰用了，不要用，他宁可用他自己做的弹簧刀吧。那一架是5万美金，结果我们台湾的报价是50万。天哪！这伊乃金的记者会。那我再举另外2个例子啊，我们事实上3800跟4200啊，里面有2个项目是很突出的，一个是海马斯。那据我了解，海马斯有14个国家在排队。那第2大项是爱国者飞弹，有18个国家在排队，没有包括美国补存货哦。这个就是将军讲的嘛。对啊，美国都通告了很多。这2项啊，加起来的金额大概有3000亿台币。这2项，这个就是将军的意思嘛。不过坦白说，我让委员会在开会啊。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啦，因为会让他们哑口无言呐。因为有人问顾立雄啊，说你确定美国什么时候要交货？顾立雄说，委员我们会尽力的，就是这样啊。你尽力，他每次都这样回答。这个可能不是台湾能够操之在我的哈。这个连赖清德都没有办法回答。对，百年大将纲，处处都是赵少康啊，郑丽文呐。真的是不好干啊！真的，清党吧，再不整顿的话，国民党也就拉倒吧。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